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们来看一下现在这个 G7 以及这个中亚的这个峰会哦，这个感觉上面。外媒啊都是在讲说啊打擂台，可是其实你真的去看它的本质哦，真的有很大的差异性。比方说 G7 真的是在搞好像政治上的围堵，可是人家中国中亚峰会搞的是什么？是大家能不能一起这样子共荣，或者是创造更大的一个经贸的一个往上的一个力道哦。所以其实本质上是没有，就是中国中亚峰会也没有想要跟 G7 叫板什么，就是但是外媒看起来就觉得你好像是刻意冲着我而来。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拜登哦，到了G7的时候，他说不寻求脱钩北京哦，他说这个中美的关系很快会解冻，但也是他在讲，他说 G7 国家不寻求跟北京脱钩，而是在跟大陆的关系上去风险化跟多元化哦。那现在 G7 峰会结束之后，中国大陆很不高兴啊，就是对于这个主办国日本的驻中大使哦，就是召见啊，他就讲说这个 G7 固有的冷战思维伙同有关国家，就是在抹黑攻击中国。那我们看到了这样子的这个背景之下，你们通通都围在一起在讨论中国，然后又说，我不要跟这个北京脱钩，那不是自己很矛盾吗？所以你这样子还期待要有拜习会吗？这其实真让大家觉得越看越不懂啊。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苏纳克哦，他讲说，中国大陆是全球安全最大的挑战哦。大陆的使馆呢就反讽啊，讽他说这个是这个鹦鹉学舌啊，就是感觉上面苏纳克是不是跟着唱和而已哦。那另外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他说 G7 不要分化世界，应该要避免世界一分为二才对，这是灵魂拷问啊。G7 在做什么，联合国也都很清楚哦。另外看一下这个美国看待亚洲始终是不是高人一等哦。讲到了这个拜登跟岸田还有尹锡悦哦，他现在要邀请说，接下来要去华府举行三方峰会啊。这个美国的高级官员提到说，这个时间很快会敲定，可是人家觉得很奇怪啊，需要那么长见面是不是？就是才忘记这个尹锡悦去那边唱了美国派吗？怎么马上又要再邀去了？你们在这边聊的还不够，还要再邀过去，到底在做什么呢？这围堵的事情没完没了吗？还有你看到这个美日韩领导人在广岛见面之后，白宫发了声明说，拜登赞扬了二位，就是讲说设计对白，你们两个干得不错啊，甚至人家还讲说，这个日韩感觉好像是美国的小跟班哦，就这样跟在后头，都有这样子的一些报道跟评论。那是不是当这个很多的亚洲人，特别日韩哦，面对到美国这个颐指气使的时候，不敢吭声哦，人家就讲到说，这个在电车上面的一个场景，美国的直播主在日本的电车里面大喊说要再炸广岛长崎哦，然后在那边全车的这个日本人好像都没有讲什么，反倒是一个韩裔的美国男子哦出来制止哦，就说这现场你看日本人都没有抗议，最后是这个韩裔的这个美国人出来讲说，你不可以这样说才停止。人家讲说，是一定要是美国籍的才讲话有底气吗？所以我们看一下现在学校的禁书哦，亚裔的童书还要求删减掉这个种族主义的一个描述哦。美国的亚裔童书作者遭到美国的出版社巨头要求删除作品序言当中我祖父母的经历是美国种族主义根深蒂固的一个传统啊，他不可以提到这个事情。我可以歧视你，可是人家还不可以写在自己的书里头，这是不是不平等，或者是永远盎格鲁撒克逊人看别人就是高人一等呢？那再来我们看看这个中亚峰会哦。秦刚提到了这样的一个峰会是为发展中国家的团结自强啊树立了新的典范哦。他讲到说，习近平主席建设中国中亚的这个命运共同体提出了4个坚持，只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合作共赢之路必能够越走越宽广啊。所以这其实现在看起来，中亚是不是要恢复那个唐朝时期那样子的一个共荣的一个概念哦？那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 G7 峰会，人家说晚宴排场很豪奢，可是中国大陆啊，他们是撒了1100亿哦，这实质在做事情要来援助中亚。那两边的这个峰会的圆桌对比啊，也可以看得出差异性哦，就是拍得到的这样的一个圆桌，其实场面大概就是这样子，可是呢，晚宴上面的排场哦，倒是对比非常的大。那我们看西安峰会有3个重点哦，那一个回避是不是在警告美国，要凸显说这个外交上面的一个重点是峰会
凸显中国大陆跟中亚自古呢就是密切的交往，而且共同发布了这样的宣言，合作出现50次，发展超过40次，而且还联动到新疆的稳定。那一个回避是提到了这个俄乌战争之后，中亚5国感到唇亡齿寒啊，所以峰会只字未提，显示北京有意取代俄罗斯在中亚5国这个当中的一个新的定位吗？那这个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中亚峰会是在西安嘛，那西安就是古长安，它本来就跟中亚各国有历史上的联系了啊。事实上，这个中亚峰会有一个特殊的历史意义啦，就是历史上从中亚一路到阿富汗、到伊朗、到中东，这100年来都不断的在战争。那列强主要是英国跟俄罗斯啦啊。这个都是军事力量介入，然后导致这个地方都没有办法做长期的建设。所以中国大陆这个是第一次啊，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大的外力啊，那可是它是用经济力量，然后是贯穿这几个地方啦，然后大家共同来做基建啊，比如说中吉乌铁路啊，或者是做经济的开发啦啊。所以我坦白讲，这个叫做100年的变局啦。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经济整合的意义很浓啊，所以那你对比广岛嘛，广岛在干嘛？广岛就是在虚张声势嘛，就美国不断的在提出军事上的然后还有这个经济上想要把经济胁迫写进去这个最后的公报嘛，那可是我觉得欧洲人倒是醒过来了，因为欧洲人突然发现他们也是陆权国家这我的意思就是说，从中国串俄罗斯、串东南亚，然后开始往西走嘛，然后串了中亚，进进阿富汗，经过伊朗进入中东，那欧洲人发现再过来就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有机会要进来这一块所以欧洲人开始发现，他跟事实上 G7 本来就是海权国家在主导的啦。就是美国嘛、英国嘛、加拿大嘛，还有日本嘛，他们都是对中国比较强硬的啦。那欧洲人就开始，你就看这次那个公报，美国想要把经济胁迫写进去啊，那欧洲人就写得非常的模糊啊。比如说你看他的用语他的用语说非市场的政策，这个造成了全球经济的扭曲你认为这个是在讲中国还是讲美国？非市场的政策搞不好美国更多然后比如说他说要保护这个先进的科技那个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国家安全，可是也不能够不当的限制了贸易与投资，所以你就看到欧洲人他就不愿意一刀切嘛。那美国对中国大陆很多是一刀切比如说先进制程的半导体啦，比如说华为啦，很多嘛。那欧洲人不愿意这样嘛，所以我觉得未来你会看到更多欧洲人在经济上啦，那采取跟美国不一样的做法啦。所以他可能就会比较实事求是啦，就说今年经济不太好大家应该共同来谈如何创经济的共赢这一类的。因为拜登真的是最近讲话自相矛盾太严重了啦。比如说拜登他的目的在这边是要搞经济胁迫要写进去了，那对中国在东海还有南海你都要做抗议啦，军事上的甚至连法律上的你也要抗议。结果拜登一翻脸就说我们最近即将要跟中国修好，很快就会修好。你到底在说什么闪了欧洲的老妖，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他在 G7 都在搞这种对抗的东西，然后他说我们跟中国很快就要解冻了，就要修好了。不知道是哪一个外星人告诉他的，我毫无头绪，我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说双方要急剧解冻。对啊，我只知道 APEC 的这个商务部长会议，王文涛会见到这个 Raimondo， 就这样而已。我没有嗅到任何布林肯要去中国的讯息更不要说拜登的即将跟习近平通电话，没有反正他都会跟空气握手了。我就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一个 idea， 实在是很奇怪啦我这个都是要步步为营的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中国的中亚会议，就给我一种感觉，它是布局很久了，
终于有这样的成果。比如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所以这个地带从阿富汗到巴基斯坦就没有美军的基地了。然后俄乌战争造成俄罗斯决定要对中亚放手。所以中国大陆才有这样的机会嘛。对对，这个是累积了很多事情，才有今天这样的一个成果了。好，来问汤老师。这个 G7 啊，让我感觉到呢，就是一种没落贵族，他们实在还认为说他们的这个实力仍存，所以说呢，他们不希望把这个舞台呢把它放弃掉，所以说一直在那边苦撑着。而反过来呢，现在习近平这边他搞一个这个跟中亚国家的这个峰会啊，那这个给人家感觉到是什么呢？感觉到是一种新兴的这个势力。因为这些中亚国家全部都是内陆国啊，当然旁边有个里海，里海也算是一个小的海嘛那如果说这些国家想要持续发展的话，当然最好借鉴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带一路”，因为“一带一路”可以把他们的这个货品一方面往东收到亚洲去，往西输送到欧洲去，同时现在这个包括阿富汗，包括这个伊朗这些国家，尤其美国的势力离开这个阿富汗之后，那这一块地方呢，他们也加上中方的这个力量来帮他们修建这个基础建设包括公路，包括铁路，也就帮这个中亚国家呢打通了很多的活路那这个东西对他们来讲，当然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的契机那另外呢，这里头给我们看到的一个什么呢？看到的一个就是这个陆权国家，也就是从中国到俄罗斯到中亚，甚至再到这个东欧的这一块这一块地区呢，他们的这个势力呢，现在慢慢要加强发展了加强他们就包括你看，我们前一阵子讲了这个上海合作组织，然后现在的中国跟中亚，这些都是在这个欧亚大陆这一块发生的。可是呢，这个刚刚这个阿亮也讲了，这个海权国家呢，它是由美国所领导的，从北约从欧洲开始一直到这个东亚这一块呢，好像他们也有意要来围堵这个所谓的这个陆权势力。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北约要在日本设立它的这个联络办事处，而韩国呢老早已经在北约的地方它的总部也设立了联络办事处，也就是说北约的势力已经拉到东亚这边来了。那所以说这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新的这个海陆两大势力的这种对峙，那可能会更进一步的来相互的博弈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拜登这一次呢，他们好像跟这个欧洲国家已经相互的这个在这个对中政策上面呢是有一些融合了。什么融合呢？就是拜登原来讲是要脱钩，欧洲人讲是要脱险。现在拜登也说我们脱险就好了，不要脱钩啦，因为脱钩对我们来讲负担太重了。那所以说要就选，所以说这两个差别就在哪里？就是说这个脱钩的话呢，是一种选择性的脱险就是我可以选跟你脱钩，可以不要脱钩。那所以说这里头呢，产生了这个很大的变化。当然这里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拜登他内部家务事没搞好，债务问题，所以说影响他的这个外交的这种他的这个实力呢，就相差的很大。好，来问舰长。这一次我们看到中国跟那个中亚这些国家开了高峰会。那在这个高峰会里面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成就就叫做中吉乌的这一条铁路。那中吉乌这条铁路呢，现在大家这所经过的，不管是中国或者是吉尔吉斯或者是乌兹别克，都同意铺这条铁路。那当然啦，我们台湾有很多人说，为什么没有俄罗斯那这个不是对俄罗斯的背刺吗？大家忘了一件事俄罗斯有中欧班列对不对？他需要这样吗？那我们这样讲我们来看这个是我们讲从西安出发，你可以走中欧班列，是上面这一条。那如果我们看下面这条，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一次所谈到的中吉乌的这条铁路那
我们如果回头想象，刚刚汤老师就有提到说，有关于那个吉尔吉斯跟乌兹别克，那喜欢看电影的观众就会想到啊，这些地方好像美国当初是都有军事基地的，的确是当初因为因应了那个911事件之后，都有开设美军基地，但是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就是但是啊。但是是什么？我们这样讲啊，就是乌兹别克它的 K2 基地在2005年就关闭了，吉尔吉斯的马纳斯的这个空军基地呢，在2014年也关闭了。为什么人家都已经关闭了美军基地，然后却跟中国开始握手呢？因为他们真正能带来的是商业利益。什么样的商业利益？当初大家看到中欧班列所经过的每个国家，除了货畅其流之外，还可以收过路费啊。那现在这个中吉乌这个铁路一旦打通之后，那是也同样的，它一路开到哪里？它一路开到土耳其啊，也就是进入地中海了，是不是也可以如此？当然是啊。除了战争是大家不爱的，但是赚钱是大家爱的。但是中国带来的是赚钱，美国带来的却是战争。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今天大家有聚焦到一个花边消息哦，就是比尔盖茨爆出了这个离婚竟然有内幕，是不是外遇了20多岁的俄罗斯嫩妹哦？那他所以才会遭到这个之前这个有人家被称为什么淫魔的这一位来威胁爆料啊。他是在2021年的5月份的时候跟梅兰达结束了27年的婚姻哦，但是当时没有透露出来离婚的相关消息。知情人士就讲说，他是跟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正妹天才美少女这个安东诺娃有产生了婚外情哦。那他现在目前是现居在美国。那已故的这一位被称为这个是淫魔的这个美国富豪艾普斯坦哦，他生前就威胁过比尔盖茨，要求他说以数十亿美元来投资他创立的这个风险创投基金哦，否则就要公开他这段婚外情。那比尔盖茨的发言人的回应也很妙哦，他说这个艾普斯坦曾试图利用过往关系威胁比尔盖茨，不过没有成功。那是不是等于默认了有这个婚外情哦？所以这样的一个俄罗斯的一个天才少女的角色哦，也被大家讲说是不是开始因为他这个比尔盖茨比较亲中嘛，所以要开始爆出这样的一个相关消息，查水表吗？因为他之前有讲过，就说美国永远无法阻止中国大陆拥有晶片哦。他说我对这个美中关系感到失望，甚至呢，他还讲说中国的崛起是世界巨大的胜利，是不是美国不爱听了，所以开始有这样子查水表的后续哦？那当然，人家讲说俄罗斯的间谍也是很厉害的，过往大家都有印象说这个智商162的这个俄罗斯这个美女间谍安娜哦，那她其实还迷倒了英国啊、美国啊这些达官政要哦。那其实她据信是这个 KGB 的成员，还精通俄语啊、英语、德语、法语这些语言，还拥有经济硕士的学位。先在这个英国跟这个英国人结婚，在伦敦这边取得了英国的工作资格。后来到了什么银行啊、航空公司、避险公司之后呢，就是离婚，然后转往了这个纽约，然后经营什么线上不动产啊，然后因此结识了很多的企业家、富二代啊，甚至还运用人脉取得了一些敏感资讯哦，用什么隐形墨水、私人网络、摩斯密码这些方式传回俄罗斯。后来被 FBI 掌握到，就开始监控哦，那甚至还逮捕。那后来美俄换球之后，安娜回到了俄罗斯哦，还受到了这个英雄式的欢迎。所以这样子，人家就对比过来说，这一位这个俄罗斯嫩妹会不会也有这样的背景，或者是说就单纯这个比尔盖茨因为一直讲中国的好话，现在美国看他不太顺眼吗？那我们来看一下中国大陆哦，现
现在这个科技反制裁正式启动了。现在中国大陆封杀美光哦，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个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正式宣布，对于这个美国最大记忆体晶片厂美光的产品啊，他说存在网络安全的隐忧，所以大陆的境内现在开始停止采购。美光的发言人说会继续跟这个中国当局进行讨论，目前还不会提出申诉哦。不过你可以看出来，这个大陆跟美国现在科技战再起啊，现在南韩是不是渔翁得利哦？因为现在美国呢，去美化，就是中国大陆对美国去美化的意图明显，所以现在开始转往三星跟海力士，因而受惠吗？还有很多开始在多地的公安已经开始要求，你如果手机里面你不是美国在禁 TikTok 吗？现在大陆现在反过来，对于 WhatsApp 跟 Twitter， 甚至是英国的 Telegram， 现在开始有一些就说，是不是应该要求卸载哦？就是比照办理嘛，你打我一拳，我回你一拳而已嘛，就是不用跟你客气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的科技哦，现在这个自研图出路，现在他们的这个卫星要力抗马斯克的星链哦，这个是中国大陆的民营企业，叫做北京天兵科技公司哦，试图研发射一个可以部署多达60颗卫星的火箭，与 SpaceX 用来发射星链的这个猎鹰9号承载量是相当哦。那现在北斗卫星有多厉害呢？有这样的一个例子哦，说山东有农民哦，靠着北斗的导航，全自动运行无人辣椒播种机哦，一台机器一天就可以播种50米哦，插秧100米误差只有2厘米哦，所以就看出来哇，北斗也蛮厉害这样的一个定位的作用。那华为还继续在招天才少年，年薪大概会到200多万，那还聘了2名俄罗斯的00后的这样的一个天才少年。所以中国大陆对于科技摩拳擦掌，就是好像要跟美国正面硬碰硬了嘛。首先我们来请教亮哥，这个俄罗斯这2个人没有关系啦，这个米拉安托诺瓦。安托诺瓦是2010年在一个桥牌赛，然后认识了那个比尔盖茨啦，比尔盖茨后续有跟他约会，那这个爱普斯坦啊，爱普斯坦是2013年就认识这个女生啦，然后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女生想要成立一个桥牌的网络平台，然后爱普斯坦说他可以帮他募款，那结果你知道这个家伙吧，就知道了他跟贾博士跟比尔盖茨有约会，然后他就跟比尔盖茨募款，说他要成立一个基金啊，一个慈善基金啊。那他一开口就叫比尔盖茨要捐几亿美元啊，那比尔盖茨拒绝嘛，所以爱普斯坦就跟贾博士说，不是，跟比尔盖茨说，那我要爆料，我知道你跟那个女生有关系啊，就这样要来威胁他了啊。那比尔盖茨没有理他了，就是这样。对。不过比尔盖茨后来跟那个俄罗斯女生这个事情也见报了啦。我不一定是爱普斯坦爆料的啦，应该是你一定会被发现嘛，又不是只有一次啊。所以他那个绯闻是真的啦。那可是不是他跟他的老婆离婚的原因啊？这个不一定。因为比尔盖茨可能不止跟这个女生约会，你都知道了。这个有点复杂啊，没有证据，不是只有这件事啦。那我只是跟你讲说，这个会见报是因为扯到了 Epstein 嘛。那 Epstein 就是一个邪恶之人啊，后来2019年在监狱自杀了，对不对啊？那类似这个俄罗斯女间谍这种红雀啊，这种人可多了。这绝对不是唯一的啦，不过我是惊讶到他的智商有162这样居然比我们科批157还高这个令我注意到这一点。这个本来就是他有一个特殊的训练班，你如果看过那部电影你就知道了，就是《Red Sparrow》那部电影那里面有很多女生都是很厉害的，所以我不会太惊讶了，那中国大陆当然会有一些科技逐渐崭露头角嘛。那低轨的卫星的发射跟布局本来就不是很难的科技啦，所以我认为你说那个星链计划，中国大陆可以发展出它的版本，我不会太意外。那至于运用北斗啦、无人机啦，来制造出各个行业的应用的工具，这也不意外。
因为最近巴西在举行那个农业技术展，这是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那大卖的就是大疆无人机，就表示巴西也要开始引进了嘛，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应该是预期中啊，因为本来无人机就可以运用到非常多的领域了，那农业是最明显，而且它不只是可以侦查，而且还可以代为做播种嘛，还有其他撒农药啦，很多功能啊，所以并不意外了。好，刚刚很多观众留言说这个是母，我念的是母，只是鼻音有点重，我没有念米啦，我是念母。好，我好好念一下。好，再来下一位是要问汤老师吗？可不可以给我当老师？这个中方现在拿这个美光来开刀啊，那我就觉得他的这个理由呢，好像我们都似曾相识。这不就是美国来打压华为的这个理由吗？他说什么呢？这严重的网络安全问题隐忧，这个不就是到这种东西呢，是可有可无的啊。意思就是说，我说你是这个有安全网络安全的问题，或是影响到国家安全的问题，你就有；我说没有，你就是没有。哎，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一个认定啊。那这个表示说，中方现在开始反击了。而美光呢，美光是全球第3大的这个 DRAM 啊，这个厂，还有全球第5大的 NAND 的这个晶片厂。那所以说，它在中国大陆的市占率其实还算是蛮高的啊。那如果说你真的要走上这一步的话，那当然中方那边它有很好的这个事先事后的这种考量。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走上这一步，那是否会跟美方的这种包括晶片战啊，包括这方面的科技战呢，会更进一步的来向上发展。而这个呢，对中方来讲啊，其实它只是一个开端而已啊。未来它还是要看你美方你有什么样的作为，你有什么样的作为的话，它可以随时加码或还可以减码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新的情况。而这个对于全球的影响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全球化要进入2个半球化的更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半球化的意思就是一个是由中国所领导的，一个是由美国所领导的，就是把原本的这个全球化，它把它切2半。这样子的话，那当然这个对于全球的这个资源的最佳配置，这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如果说你原本我们大家都可以用最好的方式来生产，因为我们有最好的这个资源配置。那可是现在不见得了，现在就是说我可能很多东西要从美国买不到了，那美国要把东西销到中国来，那中国也不让了。那这样子的话，那当然对于这个整体来讲，各个大的这个厂商企业来说，他们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影响。那这个东西，那当然，那就是大家看着办嘛。这个就主要是因为这个地缘政治的这种因素所导致的这个结果。结果呢，这个大家一起要来共同承担。来请教舰长。可能许多看过我的节目的，或者是看过我写的文章的，就会发现我常常在看中国的论文哦。现在中国论文不是只有小舰长在看 ，CIA 也在看，很多人在看啊。包含了《纽约时报》，他们也都在看啊。那你说看这个论文有什么样的道理啊？我们要提醒大家，大家都说哎呀，星链好棒啊，如未来要部署到台湾如何的。可是，在那个中国知网里面的论文已经出现了如何反制星链，而且他们已经做完了一个理论认证了。也就是说，接下来他们就要开始实际上进行实验了。第二个。我们刚刚讲到北斗卫星那北斗卫星之前强调说，他们已经可以对于超过80%以上的全球各区域进行简讯一开始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华为的手机要这么强调它可以做跟北斗的卫星做简讯呢？那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不了解，因为我们台湾的那个4G、5G 的覆盖网很大可是我们有想到吗？中国有可可西里无人区有罗布泊无人区还有羌塘无人区它100公里之内没有一个基地台。那怎么解决联络的问题呢？就要使用华为手机
那个连接北斗卫星，这是人家解决事情的方法啊。我们台湾有太多的人啊，不了解解放军到底在干嘛，然后还在用上个世纪的思维来做这个世纪的判断啊。这个世纪啊，已经过了快要过1/4了。我们这样讲啊，我们来看解放军它的卫星科技已经进步到什么样的状况了啊？这个是那个在2021年。我们看到所谓的珠海航展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卫星到底做什么呢？它这旁边有机械手背，它中间有注油，就是有一个好像加注燃。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来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文化大学副教授郭正亮。大家平安。还有政大国关中心教授汤绍成，大家好。前舰长吕礼师，大家好。好，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民进党是不是只会这个作秀打认知战呢？讲到了这个 WHA 台湾能不能当这个观察员来参加哦？谭德赛已读不回，扭头走啦。那现在台湾要这个宣达团碰上了谭德赛，对他高喊说啊，台湾要加入 WHO。民视的记者也特别去追问了谭德赛啊，就说台湾有可能当观察员参加 WHA 吗？然后最后就是谭德赛没有回应啊，已读不回。扭头就走哦。那在场边的论坛陈建仁也在那里，他就说分享了2次台湾的抗疫经验啊，透过视讯向国际分享他这个台湾从 SARS 到 COVID-19 的这个疫情应对经验。但薛仁也提到，他说如果台湾继续被排除在全球的卫生体系之外，下次疫情再来，也许台湾会成为一个破口，对全世界来说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呢，他如果就像我们这民进党所讲的，台湾人受到委屈那其他有看到这个。就是其他事件来说的话，有没有看到其他的国家来帮助呢？比方说台湾的留学生在美国遭到无差别的攻击那我们的外交部的专线他打过去，台湾这个女留学生在图书馆遇到了陌生的黑人女性的攻击，当场血流不止联系了这个旅外国人紧急救助电话，结果只得到这个移民律师的电话，所以他说对外交部很失望啊。那问吴钊燮，他讲法是说，因为该案进入这个法律诉讼程序那所以才推荐这个有默契的一些律师所以感觉好像又是轻轻带过，并没有给予人家很直接的帮助也没有去问一下说，现在目前医疗的状况啊，给予一些相对应的协助那甚至像是网红 Bump， 他之前就是跨国救人嘛，去到柬埔寨那边，很多猪仔被骗过去啦。那这个一度就是外交部就在那边讲说，这个是以讹传讹可是我们的外管用处不就是要帮助国人吗？不是要帮助台湾人吗？难道我们外交部现在只剩装饰的作用吗？再来看一下这个拜登的这一席话，拜登有提到讲说这个 G7 里面，他说如果解放军如果犯台的话，美国将会回应那他讲法上面又是如何呢？我们来听一听。We're not going to tell China what they can do. We made it clear that we don't expect Taiwan to independently declare independence either. But in the meantime,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put Taiwan in a position that they can defend themselves. And there is clear understanding among most of our allies that, in fact, if China were to act unilaterally, there would be a response. 对，所以美国的回应到底是什么？我们会让台湾能够自我防卫。这个回应我们听完都觉得原来就是你的回应，就是说加油好吗？然后台湾自己努力那所以就是让台湾自己去打就好了嘛。这样的回应你还觉得坚若磐石什么呀？那另外我们看一下美国智库现在说建议台湾近海要布置反登陆的人工藻礁，那这样的人工藻礁说是可以打乱解放军2栖登陆作战的节奏人工礁石更正人工礁石，那平时还能够作为这个海洋生物的保育措施甚至来促进这个旅游业那这个是兰德公司的专家这个萨维茨所讲的话。那难道是要放消波块吗？这个反登陆跟保育观光是能够扯在一起人家就觉得越听越糊涂了。那另外我们看到现在目前的一些兵推美国智库这个 CSIS 在1月份的兵推说，中国大陆2026年2栖这个登台的这个作战大概3周之后，美国的损失就会有2艘航母10余艘的这个
个军舰。那台湾的话，大概是有26艘的军舰都会全程哦。那守住的其实是一个没电的岛屿哦。那真的走到这个情况的话，现在其实中美的问题，美国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在4月份的兵推，也是说美军没有办法挡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武力行动哦，解放军损失会惨重，但是呢，对于台湾这些军人或者是民众的伤亡是只字未提啊，所以难道对他们来说这个事情不重要吗？只要算这个军方的损失，所以我们台湾看起来越来越像只是一个棋子而已了。那所以蔡英文，你不是在讲说，不应该贩卖恐惧吗？可是现在贩卖恐惧不都是美国的一些政客、政治人物都在讲说啊，这个台湾现在如果怎么样的话，我们要炸台积电如何的？那你是不是应该更应该去跟国际讲啊，不要对台湾来贩卖战争的恐惧啊？而且动不动讲说台湾就像是下一个乌克兰的，也都是美国这边的一些讲法哦。那现在台湾军民的伤亡却不是各国兵推的重点，其实很令台湾人的心情哦，这个非常的遗憾啦，情何以堪哦。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中美备战台海，退役的美军提到了说，现在解放军的海军正在扩编哦，代表侵台的可能性大增。看到了上海的长兴造船厂的一个空照图哦，说去年有10艘的军舰和潜舰下水服役，还增加了多军种协同演练。2023年下水的舰艇总吨数可能会更多，而且中国大陆还在这个渤海的造船厂造了新厂房哦，规模足以同时制造5艘核潜舰，这是美国退役军官的一个讲法。那现在美国相对应的动作就讲说，现在成立了一个新的战机啊。战机这个机队哦，假想敌就是中国大陆。那美国的空军哦，将一个预备的中队哦，转型为由 F-16C 跟 F-35A 组成的假想敌中队哦，着重在模拟对抗这个中国大陆的第5代战机，就是歼20哦，还特别把它涂装成这样作为一个模拟啊。那如果美中真的会为台湾开战，那我们看到文茜姐讲到说，至少大概还要10年时间哦。想要开战的话，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些准备的动作，比方说他们现在目前持有的美元资产啊，得要大幅下降，还不只是美债哦。那其实中国大陆今年开始才将这个跟各国来签一些这种人民币本币结算之类的合作协议哦，所以大概至少还需要10年的时间，才不会说影响到如果接下来有战争发生，可能会有一些的相关的贸易制裁的一些后续影响。那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亮哥怎么看？这个，我觉得那个纽约那位留学生被莫名其妙被打啊，这个我们外交单位应该把它列为一个警讯啊，因为未来这种现象可能会更多。因为美国现在根本搞不清楚你是不是中国人啊？像很多亚洲裔都被打，连菲律宾的人也被打。我上次也看到韩国人被打，那他也分不清楚香港、新加坡、台湾、大陆去的人。所以这个事实上，我们的外交部应该要，就是驻外的那些办事处应该有一些专门的单位了。因为这个女学生为什么会感到不高兴？因为她就觉得不是外管打的嘛，是移民律师打的嘛，那你都是委外嘛。你就基本上就委外在处理嘛，这当然也可能包括我们这个外交部长在忙别的事啦，他可能在忙接待特拉斯啊，接待其他来台湾的贵宾啊，接受外媒专访，他一天到晚都在想一些政治比较高层的这个外交啦。事实上，我们在海外的那个台湾民众啊，他在外地碰到了委屈啊。那外地的单位能不能提供必要的协助？这绝对不是只有纽约有这种状况啊！我事实上我有一阵子蛮常去越南的，我在胡志明那一带也认识很多我们台湾的民众啊。他碰到委屈，他也从来不找外管啊。就是这个就牵涉到你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能量，所以没什么帮助的作用，很困难啊。那尤其很多地方你没有邦交啊。美国你还是英文说得通越南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讲越南话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无助的程度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可能自己这个未来不管谁执政啊，要去思考我们外交服务的能量啊，不要都去做一些
媒体会报道的事。像这个 WHA 也是一样啊。WHA 事实上已经有人去访问美国了，说，你美国为什么不帮台湾提案啊？那就有美国人私下说，因为我们表决会输啊。那这个就是事实嘛。你当然可以说是中国反对了可是你表决就是会输嘛，所以你就要把 WHA 这个的活动，你就要做一些定位了。比如说你是做场边会议，在 WHA 的附近另外开一个会，那这个大概这2年陈建仁大概都是碰到这种场合了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刚刚看到的嘛，那个薛瑞元讲说，台湾会变成破口啊，我们最好破一次给美国看是啊，真的是这样啊，看你要不要让我参加某些必要的会议组织嘛，你也许不能成为代表，可是重要的资讯沟通会议你要让我们去啊，就是讲这种话，老是说，我们下一次搞不好会变成破口。我跟你讲这个话我已经听10年了，我们每次都这样，可是都不敢真的干你不敢真的干，人家怎么会知道？台湾会成为多大的问题啊？我跟你讲比如说台湾变成这个毒品转运中心变成国际洗钱中心所以你才被注意你才知道说，相关的国际的反洗钱的单位要开会不邀请台湾还真不行那防毒品的啦，国际刑警组织要讨论，不邀请台湾还真不行因为你这里一旦成为破口，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你知道我的意思？因为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这样，真的很重要转运中心还有制毒能力极好或者是疫情传播那会造成很多国家的困扰这种状况你要让全世界知情那我讲的就是说，因为你没有参加国际重要的组织，那导致你变成孤儿嘛。那你会有一些坏的后遗症，这个坏的后遗症要让国际社会感受到了，是，不然他根本不知道台湾搞不好还以为是泰国嘞，对不对？好，我们来问一下舰长。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台湾到底有多危险我们这样来看很多人说，解放军现在都派着那个无人机绕着台湾，到底是要做什么呢？那有些人说，他们只是就是来示威一下，来训练一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这样子讲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 TB001的无人机，但是事实上呢，彩虹5的无人机它已经可以加挂所谓的反潜模组。加挂反潜模组是什么？也就是我们一般所看到的反潜机，它后面有拖一个 MAD， 也就是磁性感应仪，它可以加挂，然后它也可以释放所谓的声呐浮标。那如果这些都可以的话，那我们就要想清楚就是解放军在我们的东岸绕来绕去它不是只有绕来绕去它可能在做反潜作战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还记得吗？今年4月1号开始解放军就不断的派出各种的反潜机在我们这边附近绕来绕去。那结果4月5号山东舰就从巴士海峡穿过去。为什么？因为他们在做空中反潜制压。空中反潜制压的目的是什么？不但对台湾制压，它也同样的对日本或者是美国制压，也就是他在台湾附近的海域，他在征收下面有没有潜舰，确认没有之后，他自己的潜舰会先行之后，他的航空母舰才会这样子跟过来我们常常有人很怀疑解放军他们的一个反潜能力那事实上来讲，我们看这么多的他们的一个演习他们强调3件事，叫做实战化，他们叫做常态化，他们叫做系统化。我们在今年的4月的军演就已经看到解放军所谓的系统化，它从空中或者是从海上或者是火箭军甚至战略支援部队通通加入，这个就是系统化。那还有我刚刚讲的反潜的部分，我们刚刚听主持人讲他们扩充了他们的潜舰的一个船坞，上面这个就是
葫芦岛，它扩充了外面这3个席位，不止这3个席位而已，它扩充了厂房，它这两边的厂房它全部扩充了。它只有扩充厂房吗？那当然了，我们有很多的那个侧翼就会说，哎呦，我们也有做啊，我们也有做那个国造潜舰国造啊，是啊，靠在哪里嘞？还在靠在左营港吗？还是你有其他的资源地点呢？比较隐秘的嘞？之前就已经有所谓的安东计划，也就是在花莲水莲这个位置，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地点。我们有继续这样做吗？船都要出来了，码头在哪不知道。可是我们看看解放军，他们有了这个船坞之后，他们的亚龙湾，也就在三亚的部分，这里也已经扩建完毕。好，我们来问一下汤老师。这个 WHA 的这个事情啊，我就几句话来形容一下。第一个就是浮游汉树，缘木求鱼，事倍功半啊，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因为最高层的这种外交政策根本就搞错了，当然这个是跟两岸关系是有关联的，因为你搞错了，所以说你现在要花很多的人力，可是呢，这些人力呢刚好是完全没有效果的啊，到目前为止是这个情况。那所以说呢，这个第一个扣子扣错了，下面的扣子全部都扣错了。那我们当然是觉得说，你这个外交部里面啊，除了这个高层领导之外啊，他们上上下下确实是全力以赴啊，全心全意的想要来替我们争取权益，这个我们是感到心里面是非常的感激的啊，这点是没有错的。可是就是因为我刚刚所说的这个整个方向不对，所以说这个整个的这个情况呢，啊，现在确实还是一个非常可以说是陷入一种困境的这种情况啊。那另外呢，就是刚刚这个阿亮也说了，这个我们台湾人被打的这个情况啊，因为现在美国的这个所谓的反中的情绪啊，这个其实还是非常的高昂的啊。尤其像譬如在地铁啊，因为美国的地铁，尤其在纽约啊，什么像这种地方的地铁它没有护栏的，它如果说把你推下去，你就完了，就没命了。对。这很危险的，所以你要站在很后面啊！这样有一个嘛，对不对？你像我们台湾的那个地铁是很安全的，后来加装了这些对，后来加装了嘛，对不对？那可是他那里是没有的，而且以前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有记者在跟比较这个中国跟这个成都的这个美国跟成都的这个地铁，他就讲说那边这个情况很好，可是美国这个地铁啊，你进得去出不来啊，你不见得出得来啊，这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说这个情况啊。这个对于台湾的民众来讲，当然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可是呢，我们就要看这个外交部的态度啊，跟你这个处事的方法，因为你现在是这样做，是让人家感觉到非常冷冰啊，非常冷血啊。你这个吴钊燮应该是这样讲嘛，应该是说我们在那边，你比如说这个是在纽约发生的嘛啊，你说在纽约，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外交人员，他们有各自的这个各自的任务。可能对于这个事情呢，他没有办法立即反应，所以说他才找这个律师。你应该把这个话把它圆一下嘛。那你就说啊，我就是找律师，因为这个是受伤者他的需求，那这个东西就太冷血了，对不对？啊，对呀，他应该把这个话要稍微的讲的这个圆满一点嘛啊，这让人家听起来就比较心里面会就算是你没有做，可是他心里面呢也会比较舒服一点嘛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拜登这个东西，我们讲了多少遍了啊？意思就是说，他就是让你台湾人去打嘛，对，我给你，你去打，你去帮我打，打完了以后呢，我在后头我再来啊，这个渔翁得利啊，大概就是这个情况。